房价从2万降到3000，购房人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当时跟风炒房，现在尝到苦果。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你们能想象吗？房价从腰斩跌到膝斩，甚至砸在手里，这种事情竟然在北京边发生了，让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也许2016年那会在这个小区买房的人想也不会想到会这样，但是它真的就发生了。今天的这个小区呢，就是位于北京跟河北交界的孔雀城。在房价巅峰的时候，2017年年底新房卖到近2万1个平方，现如今已经都是现房。周边的配套也投入了使用，而且房子买过来就能住。但是现在二手房价格却是3000到4000一个平方，看到这样的房价跌幅，的确是让人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屏幕前有孔雀城的业主，也只能默默地为你感到惋惜。这个小区呢，距离天安门大概有60公里，可以说地理位置上相当不错，去北京也别提多方便了。小区旁边1里的公交、城际地铁全都有，北京要是再胖一点点，都得把它占了。现在感觉当时能卖进2万1平也是很正常，毕竟位置好，房子再涨钱，就算买完隔2月就卖，也能赚上1笔。毕竟燕郊一些好的地段已经卖3万7、3万8一个平方，但是燕郊也是第一个挺不住的，房子直接下降50%，结果影响这边跟着也就没有人买了。即便是现在的3000多，也只有看的没有人买。在我看来，临近北京的房子就属燕郊还有发展，其他地方纯属是被炒房客炒起来的。毕竟燕郊还是被誉为睡城，年轻人上下班睡觉的刚需城市。而其他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有一个算一个，入手即入坑，就算10万块钱买的也得扔，买上真没用。本来普通人辛苦赚的都是刚需的钱，非得误入歧途，选择了投资。原本以为是升级了资产配置，但是万万没想到掉进了更大的一个坑，这下尝到苦果也是苦不堪言呐。话说回来，房产兴盛时期也是有人赚到钱的，我们谁也没办法能够控制住买来的房子上涨还是下跌，但是我们能选择的就是买到自己住的舒服的房子。但愿屏幕前的小伙伴都能有自己满意的房子，一定要考察好再下结论。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学习探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点开我的里边看看，有好多好房。北京近郊的房价跌得有多惨？北京的王姐201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近郊花了1500万买了一套大别墅，现在呢是想转手，说是650万就想把它卖出去，这是什么情况呀？今天呢，咱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实地的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今天呢，我们又来北京近郊来收房了，650万就能收到之前卖1500万的豪华大别墅，这是什么情况呀？真的不敢相信。今天呢，顺便也带着大家一起来到现场看一看啊，看一看今天这个房子到底能收吗？眼前这一块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那个大别墅啊。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双车库的入户车库，直接就停到家里边的，而且外边这个车位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再往旁边走呢，这一块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大别墅，是一个前边看上去2层，但是后边看上去是一个3层的，而且足足带了一个将近小400平的这么一个大花园。现在呢，我带着大家进到里边去看一下啊。前面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入户的前花园，相当于是一个种菜的一个小菜园，这边也是种了很多的树在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侧边的花园也是特别大的，而且前面也是有着一个大花园的。现在呢，我带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这种带着台阶的楼梯直接可以进到房间里面是比较有仪式感的。进到房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一个中庭的过道，这种大别墅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房间使用面积能够达到480平，而且在一侧这一块呢有一个可以做到玄关的鞋柜这么一个地方。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咱们的右手里边是一个里侧的一个小卧室，这个卧室呢不是很大，但是完全可以睡下一个小孩或者是临时来的朋友。然后呢，再往里走呢，这一块还是一个属于公共区域，上面是可以上楼梯的，而且在这一侧也是可以下到地下室的啊。这是一个从前边看像2层，后边看像3层的一个大别墅了。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带着一个卫生间，里侧呢还有一个大卧室，而且这个房子是非常大的，总共带了大概有7、8个卧室。然后往里侧这一块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大的客厅空间了。客厅这里是比较气派的。整个房子呢是装修了一半就停工了，然后就没有装修。实际上呢是房东在2016年买的时候呢，差不多是花了将近1500万，现在呢差不多说是650万就可以把它搞出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前边呢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湖面啊，可以感觉得到这是一个1线临湖的这么一个大的豪华型的别墅了。想当初买的时候确实价格不菲。而且在客厅的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餐厅的布局，餐厅这里呢空间也是独立开出来的，旁边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厨房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厨房的地方是非常大的，整个里边的瓷砖和管线都已经给布好了，将来的话也是花不了多少钱，把它收拾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那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实际上是上楼的一个楼梯，然后上面呢大概有4、5个卧室加一个很大的客厅。然后下边这一块呢，还有一个车库，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车库的地方。然后车库下来这个拐角的楼梯这一块呢，就可以下到负1层。负1层的地方呢，足足有150平的空间，里面也是分区了整个功能厅啊，包括这个酒窖呀，还有这个会客厅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影音室啊，这种房间也是非常多的。房子上呢基本是差不多的。现在呢，我带着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院子啊，大家可以看到，足足在前边这一块花园就差不多有将近小100多平的一个面积。而且侧边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下沉式的花园。这个花园光在后边的话，将近还有100多平，面积是非常大的。老铁们，你们觉得这样的房子，我今天可以把它收过来吗？在这儿买房的都是北京人吗？90%以上都是北京人。那他们之前在这边买房的时候多少钱啊？哎呀，贵的时候得16000多。现在呢，多少钱？哎呀，现在也就是6000多块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与北京一路之隔的一个小镇啊，在这块呢，差不多房子现在已经是6000多了。今天我们来这边收房子，看看这边6000多块钱能收到什么样的房子吧。顺便呢，今天呢也带着大家来这边一块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去的这个房子里边呢是这种的造型啊，外面全部带着大露台，而且里边呢全部带着装修。差不多6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之前都是卖到16000、7000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跟前了，现在我带着大家进来看一下啊，老铁们，这种房子真的挺扎心的。看完之后，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都装修好了，而且地上的地板已经给铺成了一个实木的木地板，墙面呢也都刷的是大白墙。然后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南向的客厅和餐厅的这个地方使用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全面啊。南向还有这个大阳台，采光也是非常不错。那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北向的这块呢是一个厨房的位置，然后门口这一块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厨房这里了。以后买回菜的这些动线也是非常流畅，里边的灶具也都做好。那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里边这一块呢，它是有一个卫生间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卫生间这里也是给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处理。然后转过来之后，南向这里呢，它是带着一个大卧室，大卧室的南向呢也是有一个阳台的，可以出到外边去观赏的。我们可以看到里边外边也可以把它临时分建起来做成阳光房。那在北向的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卧室。老铁们，这种房子当时哎呦，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2万，将近16000的这么一个样子。现在呢，差不多6000多就可以拿到手里边了。而且住在这个小卧室，在北侧还能看到大湖面。你们看看这种效果怎么样？看看下边还有小别墅啊，曾经一片辉煌，现在白日迷茫。哎呀，我看着都扎心了。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了。大家看一看啊，挨着北京边上一个人口不足30万的小县城，敢建这么多的高层楼房，这到底等给谁住呢？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还只是一个县城的小边上，主城区那边的建的高层更是多。大家说建这么多高层的目的是为什么？总共才30万人口啊，是怕没地方住吗？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我认为从发展的一开始，这个地区就搞错了顺序。咱们先来算一算吧，1万栋高层的话，差不多能容纳下300万户家庭。平均每个家庭3口人，那足可以容纳下900万人口啊！人口不足30万的县城，盖的房子够900万人住，这是为什么？剩下的谁来住呢？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说，盖这么多高层可以吸引人来安家置业呀，把本地的人口变多起来，这样一来经济不就会好转了吗？这就更让人不理解了。吸引人来的不是盖的房子有多高有多漂亮，能把人吸引来的是这有什么就业岗位，能够安身，能够让人赚钱稳定生活，周边的生活配套是否完善，产品的本身质量是否达标，这才是人们愿不愿意住在这里的原因啊！一个鸟经过都不拉屎的地方，盖了这么多高层，没有工业，没有产业，老人在家种地，年轻人在北京打工，这个地方也就那么几家餐饮、足疗、洗浴中心，还能拉动地区的经济。我就纳闷了，就这种经济状况下，为啥房价还坚挺不降呢？依旧保持在18000的样子？答案只有一种，那就是离得北京太近，房子被当成了投资商品了。那问题就来了，现在的高层是越来越不被看好，还有那么多人都连夜搬回了大平层，结果又会发生什么呢？将面临大量抛售吗？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不少的业主几个月前就把房子挂在了网上去卖，但是成交却寥寥无几，现在只能说是有价无市啊。其实县城的房价还没有见底，等到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高层的住宅，可能会被脚斩在3000元左右。这样一来的话，普通老百姓就能买得起了，也许那时候会迎来一波新的购房小高峰。如果说还想保持在这个房价销售的情况下，那就得满足百姓的
收入，开展稳定就业的机会，把经济搞好，发展搞好，硬件基础设施搞好，可能还会有人来买这些房子。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北京近郊的一个小区呢，房价从2万一下跌到了7000，这是什么情况呀？粉丝李姐联系到我们以后，说自己2017年在北京延庆那边呢，为了养老花2万1平买了一套带着装修的房子。这个时候她看到这边住满了北京的退休老人，所以跟风呢也就在这边买了一套。今天呢，我们就开着车过来到实地这边看一下啊，这边的房子能不能收，也顺便呢带着大家来这边看一看。这个呢就是王姐前几年花2万，现在呢说是给7000块钱，赔钱也要把它卖出去的房子啊。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这是一个过道的这么一个空间，这块可以放鞋了。地面呢也是完全都给铺上了这个红地板，然后加上这个屋顶呢，整个里面的装修呢都已经给装修好了。现在家具他已经都搬走了，现在已经不住了，说是太伤心太扎心了。在这个客厅转过来之后呢，对面这一块呢就是餐厅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联动的大厅，空间使用起来非常舒畅的，而且在北向这块也是有一个大窗户。旁边这一块呢，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位置了。厨房这里呢也做了推拉门，而且里边的橱柜和这个灶具都已经给做好。将来的话，我估计你买上床就可以住进来了。王姐说这个衣柜到时候送给你，白给的，还有这个2个椅子都给你。中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过道，过道这里呢也是实木的木地板，然后往里走呢就是卧室的一个区域呢，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边一进门的左手这块呢是一个挺大的卫生间啊，大家可以看到干湿分离的布局，而且里边的面盆马桶都给做好了。王姐说那个盆和桶毛巾都给你留着了，连拖布都给你留下，将来都是你的。然后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再往里走，前面这一块呢是一个还是过道啊，然后在左侧这一块呢是一个小卧室。王姐说这个窗帘将来也给你留下了，不要了，see you na la跟他。然后我们再转过来之后，再继续来看一下右手这边啊，右侧这边也是一个卧室啊，这一块的卧室里边窗帘也是给你留着了，还有这个床将来送给你，有人住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床，不要的话可以把它扔掉。转过来我们继续再往里边走啊，可以看到里侧的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大卧室了，相当于是主卧房间了。主卧这里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衣柜、床还有这个窗帘也是留在这个房间里边的。然后转出来之后呢，在这个房间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还有一个卫生间，卫生间这里呢还给做成了干湿分离，是一个转角式的这种设计风格，而且这个台盆和马桶都给留好了。老铁们，你们说这种房子现在7000块钱的话能收过来吗？如果你们喜欢，下方评论区给点留言，今天我就把它给收了。一个北京的大哥呢不听劝，在河北这边投资买房，现在呢已经是过去了3年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到现场来这边收房子的话，也顺便看一看他在这边的房子赔了多少钱。今天呢说是看好的话，直接就可以把它收过来的。眼前呢这个就是大哥在河北3年前投资的那套大别墅啊。今天呢说是把我们约过来之后，说是只要给钱，今天就可以把它给我们。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别墅啊，这一块呢是一个外侧带着花园的别墅，而且在旁边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停车位，将来的话自己的车是可以停到这里的。这个别墅呢是3面环绕的花园，前边和后边侧边都是有花园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里边吧。现在呢从这一块就是直接可以进到这个房间里边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前面这一块是还有一个小菜园的，而且直接往里走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双开扇的大门。这种别墅呢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气派啊，从这个门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大哥买上一直没有住，就等着投资赚钱的，结果也卡菜了搁这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进到这个房间之后呢，这一块呢是一个玄关的位置啊，而且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客厅空间了。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2面带窗的这么一个空间布局。在里侧的这一块呢是有一个厨房空间的，从侧边这一块呢是可以去到这个后花园里边的。刚才说了，后边也是带着一个特别大的院子，旁边呢有一个卫生间，生活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在这一块呢是一个上楼的这么一个楼梯布局。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地上3层的，上面呢还有2层，大概有7、8个卧室，还有一个休闲厅和功能厅等等一类的使用房间。接下来呢我来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个后边的院子里边，因为更多人喜欢这种房子都是因为它有一个院子。我们来到后院这边就可以看到啊，这是它的一个后侧的花园。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别墅呢是一个地上3层的，使用面积呢能够达到一个200多平。在买的时候呢当时花了400多万，现在说是200多一点就可以给到我们了。老铁们，你们觉得这个房子今天能收吗？北京的王叔叔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买了一套带着大花园的独栋别墅啊，就是给自己养老的那一种。那现在是2023年快年底了，已经过去了3年。据王叔叔说呢，目前来看这边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这边看一下他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顺便呢也带着大家来到这边看看有什么好房子能收过来给粉丝们养老用。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今天呢，咱们先去王叔叔买的这个大别墅里边看一下啊，看一下这种有钱人养老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眼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王叔叔在2年前花了490万买的一个大独栋别墅了，差不多合到了2万8一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未来的价格会跌吗？然后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入户花园位置啊。先来到花园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带着上楼的这么一个台阶，直接可以进到房间里边的。这一块将来收拾的话，种点小菜是没有问题的。在侧边的和后边呢都有一个特别大的花园，差不多面积能够达到小200平。那现在呢，我带着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先去看一下，然后后期的话从那个窗户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后院有多大了。进到房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双开大门啊。这种房子呢也是地上3层地下1层这么一个房子。进来之后呢，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宽阔的这么一个客厅的空间，然后在入户的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可以做玄关鞋柜的地方，然后对面这一块呢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卧室，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一个功能厅来使用吧。然后我们可以再转过来之后继续往前走，来到前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特别大的宽敞的这么一个大客厅了，而且还带着一个挑空。在入户的这个旁边这块呢也有一个卧室，卧室的旁边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地下室，是下楼的这么一个空间了，相当于在地下有一个负1层的，旁边这里呢是可以上到2层。然后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客厅的空间非常大，这一块呢是餐厅，然后旁边这一块呢是厨房，这样的话在使用起来的动线上也是非常舒服的。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块是带着一个大挑空的，而且在挑空的时候呢也直接可以看到2层。在2层的这个方位里边呢，大概是含了有4个卧室，然后加上一个很大的功能厅，总共算下来的话，这个房子差不多已经快接近了小500平的这么一个面积了。老铁们，你们觉得这个房价将来会跌吗？